朋友们好啊！今天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新闻，就是 IBM 在中国这一块裁员了，差不多裁了将近1000多个研发人员，而且下达这个裁员的决定啊，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然后突然之间他的这个电脑呀或者系统的一些权限就被锁掉了。那么等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简短的，差不多3分钟左右的一个可能是IBM 的高管可能过来和大家通知一声啊，3分钟左右就结束了，然后说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决定，然后大家就把这个裁员计划和大家说了一下，然后大家就按照这个裁员计划去裁员了。当然，裁员的话，这种外资企业裁员对员工还算厚道的啊。听说这个裁员的话可以拿到 N+3，或者说你不愿意被裁的话，你就是需要relocate， 我们叫 relocate 到这个印度，到那边继续干活。那被裁的话是 N+3。那对于有些在 IBM 待的时间非常长的人来说，我觉得裁员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可以拿很多的赔偿，对吧？还有 IBM 的一些股票啊之类的。之前看到一个帖子说，这个人拿了裁员的这个赔偿金以及这个股票，差不多小2000万啊，我不知道这个是真是假。我觉得2000万的话，基本上可以躺平退休了。但是对于那种年轻人来说，或者说刚进入 IBM 的人来说，其实裁员 N+3的话，其实拿不到多少钱，可能也就几十万，他可能会面临一些养家糊口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这个可能远水是解不了这些近渴。然后呢，其实我平时在工作当中也会接触到一些 IBM 的顾问啊，当然这些顾问可能不是说这一次裁掉这些研发人员，他们可能更多的是给企业做一些业务梳理啊，然后把这些需求给整理好了之后，给到我们的这个研发部门让他去开发。但是我想说的是，研发部门为什么裁员？裁员可能是说前面的业务萎缩了，也不需要那么多研发人员了。那我觉得接下来像 IBM 的这些咨询顾问啊之类的，也会面临着相同的情况，就是说会被裁员。我觉得未来是可以看得到的。然后呢，有 IBM 裁员这个事情呢，我也联想到我们公司啊。我们公司其实印度人是非常多的，像 IBM 的话，他们下达这个裁员的决定的话，是由这个印度高管去下达的。我们公司其实也有很多的印度高管。那么我们平时开会的时候呢，我是大致估摸了一下，50%以上都是印度人。然后呢，前段时间其实我们公司也裁员了。我们公司裁员的话，倒不是说中国去这块裁员，而是说新加坡那一块的这个 IT 部门是裁员了，一整个部门都被干掉了。你要么就是被干掉，你要么的话就也是跟 IBM 一样去 relocate 到这个印度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印度的人工是比我们中国是要低很多的，目前看来。那从企业的角度来讲，它也是需要去削减成本的。其实像最近这种裁员的事件，不仅仅中国在发生啊，像其他的这种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五眼联盟，他们也一直在裁员。所以其实你不要看现在美国的经济还不错，然后股票也又在创新高，但其实这些裁员的这些企业啊，他们其实对于这个经济的感知是更加敏感的。那这些宏观的一些经济数据啊，可能都会滞后的。所以目前看下来，整个全球的经济啊，都不是特别的太平。那像我们公司来说啊，我们公司的业务在美国、北美的增长其实很少，只有1%不到。那在亚太的增长呢，可能也就是6%到8%的样子。那增长最多的其实是印度和中东地区。我也不知道印度和中东地区为什么会那么吸引这些跨国公司过去建厂也好，或者开公司也好。我觉得印度和中东其实那边的气候非常的炎热啊，为什么大家都往那边跑呢？难道就是因为成本比较低吗？我想这可能不是这样子的啊。其实我觉得跟中国最近的一些政策是非常有关系的。大家看到这个之前中国跟美国在打贸易战，对吧？打完贸易战，2019年又碰到了疫情，然后疫情呢又导致整个中国这个开始封锁嘛，封锁之后这个很多的产品啊、供应链啊都跟不上。大家可以知道那时候上海封城的时候，很多船都停在我们的这个港口啊，进不来出不去，大家都堵在那边，对不对？所以它整个业务的生产线的供应链是相当于被切断掉了。那欧美国家他们也不是傻子，对吧？他们也
也是要赚钱的。那这种供应链都把它集中在中国的话，导致后面其实你看他们这个通货膨胀其实是蛮厉害的，对不对？像车啊，像这些食品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东西都在通货膨胀，它价格一直在涨。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发了很多的钱，另一方面就是说这个供应链跟不上，然后呢这个价格打不下来。同时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中国跟美国在打贸易战，以前中国有很多很便宜的东西都可以卖到美国去，对不对？现在的话它打贸易战很多都是在加一些关税啊，导致这个价格也是下不去，或者说我到别的地方去采购了，不到你中国这边采购了，那别的地方其实它的生产成本也是比中国要高的嘛，因为毕竟中国的这个产业链非常齐全，所以它的这个成本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当然我说的是非人工成本那一块，就是说这种材料成本。所以我想说的是，可能一句话叫做一金落万物生。那我想再补充一句，就是说，中国跌倒，现在看来是印度在吃饱。那之前说印度的高管比较能混啊，因为他们的英语相对来说是比中国人要好的。那比如说你看像美国硅谷有很多高管都是印度人，特别是像那个谷歌的 CEO 对吧，是印度出生的，还不是说在美国出生的印度人。那他能做到那么高的位置的话，其实他这个语言的优势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呢，印度人也比较会包装自己，因为他可能活不太干，但是他可能把别人干的活拿过来，对吧？在别人头上摘个桃子，然后拿过来包装，然后汇报了。那像中国的话，其实我们中国的特别是中国的华人，包括我们中国人都是比较勤勤恳恳的干活的人。他这个第一方面，我们母语不是英语，我们英语可能是我们的第二语言。然后呢，在沟通上面没有印度人那么溜，同时另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华人其实都是勤勤恳恳干活的，然后呢事情是可以做得非常好的。然后当然了，我们不太会汇报，所以我们华人很多时候都集中在这个公司的中层，在干活的人。但是现在慢慢的感觉到，其实像这种IBM 也好，像我们公司也好，都 relocate 到这个印度去。那这种底层干活或者中层干活的人呢，其实慢慢的也变成印度人了。那未来我们这个华人，其实在这个跨国公司的处境是非常堪忧的，因为大家知道印度人是比较抱团的，他有一个人进去之后，有一个人进入到公司之后，他会把他所有的印度人都会招进去的。那相对来说，华人的职位都被印度人占领了，那么在公司当中我们就没有太多的职位去留给华人了。那之前我也在听我们公司的管理层也说，就是说他们10年之前就在规划了把这些IT 部门啊给它转移到印度过去，但是呢，我是觉得我是不太相信的。为什么？因为其实10年之前那也就2014年嘛，那时候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其实还不错的，我觉得大家优势互补，然后中国和美国其实就是夫妻嘛，对吧？那时候还是蜜月期。那我们公司高管讲这些话，我之前我们公司讲这些话我是不太相信的，所以我是觉得可能是因为最近第一方面是中美的贸易战，大家可能要转移这个风险，并且贸易战也是会越打越激烈。然后呢，像这个疫情之后呢，又导致这个分层，对吧？导致一系列连锁的反应，导致这个供应链跟不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吧，而不是说像高管可能冠冕堂皇的说前10年就有这样的规划，我觉得可能也就近3、4年的样子才会想着加快转移这些东西，包括像之前那个富士康把这个苹果的生产线也会转移到印度去嘛，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在跟风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10年前就在规划这件事情。好了，今天其实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说，印度人在这种跨国公司的比例会越来越高，我们华人的生存处境会越来越艰难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也是从从 IBM 这件事情讲起，以及从我自己公司这种现状、这种情况，我看到的这些东西来讲起，得出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啊。好了，那如果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也是在跨国公司工作的话，如果你也观察到像类似的现象，或者说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现象的话，也欢迎大家这个在评论区留言，以及的话转发点赞我的视频。那我们也可以通过私信建立一些沟通，然后聊聊这方面的一些现象。好，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边，谢谢大家。